嫦娥最恶心的玩法来了，可以教女孩子轻松上分。学会这套玩法，你连胜上个荣耀没有任何问题。来，让你们见识一下，对抗路火甲嫦娥比对抗路貂蝉还恶心100倍。因为貂蝉大招容易画地为牢，但嫦娥打对抗比貂蝉灵活，跑到哪里打到哪里，并且血越打越多。貂蝉削弱了，所以我花3天时间帮女孩子又研究了一套对抗嫦娥，学会之后轻松上分呐。这套玩法完美解决了貂蝉没大招打不动人的情况，队友都死完了我还在，并且还是满血。姐妹点赞关注，进入实战环节。出门买小布甲，预购小火甲，带闪现加2技能。第一步我们教对线，第一个强化普攻打第一个兵，2技能丢后面2个兵，太棒了，姐妹，你已经学会啦。哦，对了，放2技能的同时记得用普攻键哟。一旦到达2级之后，比貂蝉还好玩，你就一直开着2技能，贴身对面可以吸对面的蓝。你玩貂蝉的时候需要预判走位，玩对抗嫦娥完全不需要，对面只要露面你就吸他，你只需要注意1分10秒的时候你就准备往塔下跑，因为打野这个时候刚好来抓你。如果看到打野出现在其他路，那我们就直接回到线上清兵升到4级。貂蝉依靠大招才恶心人，但是嫦娥依靠2技能就能恶心人，只要确认打野没来，你就上去贴着对面。你会发现对面的对抗没有蓝了。第二步发育，多利用传送去吃中路的兵线，不仅可以快速发育，还可以防止对面打野来抓你。出装就是这一套，自己保存。前期的核心就是布甲鞋、火甲、预言，因为我们吃中线，所以前期出这3件套非常的快，玩起来比貂蝉还简单，哪里亮了点哪里，你就一直追着对面吸就可以了。完美避免了貂蝉大招画地为牢的问题。支援回来之后，继续回到对抗路，不需要思考太多，对面只要清线，你就过去吸他蓝就可以了。边吸边烫，等到血量差不多你就放大，反正一套打完爱死不死。因为貂蝉削弱之后大招时间太长了，对抗貂蝉你一开大对面就跑了。你只要玩了对抗路嫦娥，你就明白，你玩貂蝉那过的是什么苦日子，还需要操作，完全不依靠大招，野区随便进，碰到人我们就开始吸。开大招，一套打完爱死不死，只要打跑了，我们就去吃对面的野怪。从今天开始，在我这里，你学会了火甲对抗嫦娥，就算你没有任何的操作，你都能打出优势。因为玩对抗火甲嫦娥，你只需要贴着对面吸他、烫他就可以了。打团就更爽了，因为我教你出的是半肉装，我们只需要哪里亮了点哪里就可以了，并且这一套是吸血铭文，我们越打血越多。那你会说打团不好打呀，法师呀？你注意看这一波，队友都不敢上，我们只需要等钟馗勾中人之后，我们直接哪里亮了点哪里，可以把5个人全部收割了。这不比对抗貂蝉的操作简单多了？打着打着4个人全部吸死了，还剩最后一个人，我们先把他的蓝吸完，这就非常的赖皮。他想跑，他连蓝都没有。队友死完了，我还是满血。对抗路貂蝉不是削弱了吗？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但我还有对抗路嫦娥呀！你学会这套玩法，随便上个荣耀1把2颗星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点赞关注，明天我来教你对抗嫦娥的全局思路，保证你跟我一样6、70星随便打，这不比貂蝉好玩多了。